这群俄军士兵将枪口对准了森林，战争一触即发。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呢？就在刚刚，他们监测到了数不清的不明物体向他们袭来。就在此时，一支哈士奇率先冲了上去，随着照明枪的发射，一场大战随即打响。双管炮自动搜寻着射击目标，一个敌人中弹爆炸，特战队员们也在疯狂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火光四起，前排的队员遭到撞击，终于在鏖战了一夜，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被一群黑熊攻击了，一时间好几名队员受伤。与此同时，他们修筑了一道城墙。可是黑熊为什么会向人类发起有组织的进攻呢？不要着急，我们一点一点往下看。这天，一架客机正准备降落，由于受到磁辐射，飞机突然失去动力，同一时间下方的城市全部停电。不仅如此，整个地球渐渐陷入一片黑暗，只剩下了莫斯科，就是现在视频中的这一小块亮点。这里的人们通过电视得知，现在他们已经和外界失去了联络。于是莫斯科派出了3架直升机前去调查。他们先来到了一家超市，可是地上已经躺满了尸体，而且身体上没有伤痕。接着他们来到厨房，从摆放整齐的晚餐发现事情是突然发生的，人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这时一名队员突然遭到袭击，其他人听到声音后立刻跑了过来，可偷袭者直接从窗户跳下了高楼。他们砸开玻璃，开始对着偷袭者开火。明明子弹已经打中他，而他依然能够健步如飞。与此同时，埋伏在另一侧的狙击手发现有大批被操控的人手持武器正向他们走来，队员们即刻行动起来，人群开始向他们射击，他们立刻还击。高点的加特林自动寻找着射击目标，火箭炮向他们飞来，一名队员被炸翻，眼看着人越来越多，可是在高点的加特林已经打光了子弹。幸运的是，在地面的2挺重火力还可以继续射击。不过这时的人群已经离他们很近了，而且时不时的还有火箭弹打过来。高点的狙击手瞄准打到了一个，自己由于长时间暴露，一枚飞弹打中了。这时一名队员肩膀上扛着一个双管炮，向着房屋开火。就这样从夜晚干到了白天。这个男人背着炸药，短暂的助跑后一跃而下。炸弹在地上爆炸，炸翻了一辆汽车，大批人群不停地冲向他们，装甲车上的机枪也在倾泻着子弹。在撞开一辆汽车后，2辆装甲车才得以逃脱，然后以不急不慢的速度向前方的大楼驶去。那么这群人为什么要发疯似的冲向装甲车呢？别着急，我们一点一点往下看。一辆装甲车径直冲进了大楼，另一辆停在了外面。就在这时，人群又追了上来，有个人想要爬上车，被车里的小帅开枪打死。伴随着机枪哒哒哒的射击，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顶住。打开车门，小帅警惕地走了下来。这时感应器显示又有一片红点靠近他们，队长让没有战斗力的人躲起来，其他人做好战斗准备。机枪也在缓缓转动，对准了他们要来的方向。果然没过多久，他们汇集在一起冲了过来。队长一声令下，开始向他们射击，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就在这时，长官看到对面高楼的人发射了一枚火箭弹，好在没对他们造成伤害。这名之前受伤的士兵拿起狙击枪，一脚踹开装甲车的门，趴在车底开始射击。眼看人群就要冲上来，他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队长一边开火一边下令，让一小部分的人先撤离，自己和其余的战斗人员继续开火。这群人也已所剩无几，马上就要被消灭。可这时又有一群人向他们冲了过来，并且有一辆带炸弹的卡车。狙击手调整了一下状态，然后瞄准射击，可惜没打中。卡车冲了过来，顿时大火冲天。人群如群蚁般攻进了大楼，可偏偏就在这时，奇怪的事发生了，人群竟然离奇地倒在了地上。然而不仅如此，后方的大本营也遭到了不明导弹的袭击。接下来就是一场防空武器和导弹的精彩对决。这天，一个外星人找到他，外星人眼睛一闭，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不过这个外星人是来帮助人类的。从外星人的口中得知，原来在50万年前他们就发现了地球，只是当时的地球不适合他们外星人居住，因此他们创造出了人类来改造地球，而现在他们就是要来收回地球的。不过以他为首的外星人是想和人类共存，还有以大能为首的外星人是想把人类灭绝。也正是大能在操控这些人，让人们自相残杀。为此他们找到了拥有感测念力的小白，他能接收到普通人感觉不到的信息。小白用感测念力看到了大能，大能正在基洛夫市的天台上。经过一番搏斗，他们成功消灭了大能。这时外星人用超能力杀死了这些被操控的人。原来这个外星人想法也是要消灭人类，只
之所以和人类合作，是因为他要用小白的感测念力找到大脑，再利用小帅手里的稀有元素彻底消灭大脑。得知真相的小白把外星人从高楼上推下，外星人摔死了。可是他们的飞船已经来到了地球，里面一个个全是外星人，他们正在呼吸氧气，很快就会醒来。一节节管道给他们提供氧气。一个队员尝试着打碎外罩，原来只要切断氧气，他们就会死亡。另一名队员用斧头砍断了管道，尚未苏醒的外星人随即死亡。几人开始行动起来，有的用枪把管道打裂，有的用斧头。就在他准备砍下最后一根管道时，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里面的外星人破壳而出，一个接一个的外星小孩站了起来，他们好像很害怕，不由得往后退。至此，电影全片结束。